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我们上期呢就请到了 Reisman Google 的UX 设计师经理，而且是全美最大的华人 UX 的 Podcast 的创始人 UX Coffee 的创始人。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家介绍关于 UX 用户体验设计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讲了关于用户体验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话题，比如说它是干什么的，然后什么样的人适合，对吧？那今天我想问的问题是 ，UX 的职业路径是什么样的呢？说起来跟大部分的工种也没有太大区别，就是你如果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按部就班的话，就是你最开始是一个 junior，就是一个初级设计师，你负责的呢会是一些比较小的功能，甚至你可能作为一个视觉设计师，你只是做几个 icon，就是就所谓的图标，那是你最开始的时候进来做的一些工作。那随着你积攒经验，你的这个 scope 会越来越大，然后你可能会负责说整个页面的一个设计，甚至是好几个页面的一个设计。整体的布局，甚至是整个流程，从用户刚进这个 app 一直到完成交易，比如说是一个电商的一个东西，整个流程都由你来负责。那这样子的，你会慢慢的进阶到高级的设计师。那再往后发展呢，就会分叉成两条路径，一个是 IC， 也就是专家岗用国内的话来说，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事经理岗那专家岗呢，就是你不停的在你的设计这个领域进行精进。那所谓的精进呢，一方面是你就是专业能力上面的精进，那当然也是也要慢慢的培养起你的所谓的 leadership，就是你能够统筹很多的设计师来一起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项目。那人事经理呢，就顾名思义了，就是你主要负责管团队，对，激励团队，那负责帮大家晋升做这种绩效然后。这个是在会有很多的会议对，但是在 Google 或者说在硅谷，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会在某一个时刻让你做这样一个选择。那我现在是处于中间态，就是我既做一部分这个 IC 的专家岗的工作，那也会带一个很小的团队，那也在逐步成长吧。我也在说做一个选择，我未来要怎么走。那这个是最传统的在公司里面成长的路径。那下一步呢？随着你可能能力的增长，你可能会去想，我是不是能自己出来做一些事情？其实设计师是非常适合，我觉得在我心中是非常适合创业的。我们也看到很多设计师出来创业。那设计师的创业也一般会分成两种，一种是和自己这个工作领域直接相关的，他可能出来做一个设计工作室。我可能招几个设计师招几个程序员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比如说有一个单子过来，我帮你这个企业做一个企业网站，或者说你有一个小工具，你主要是程序员，那我这边来帮你出设计。那你们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市面上有蛮好的，对，然后你就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品牌。那你这个工作室人也不需要很多，几个人甚至就10个人左右吧，就可以接很多活了。那这是一种方向。那还有一种方向呢，就是抛开你的设计师的身份，去做一个科技的一个创新的企业。那硅谷的像比如说 Airbnb Pinterest 然后还有Flickr、Kickstarter 这样的公司，他们的 co-founding 的团队，就是创始团队里面都有设计师。最有名的就是 Airbnb 2个 co-founder 其实都是设计师的背景。他们的这个app 的感觉好像就蛮有这个设计感非常强。对，你像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产品，你们如果仔细去感受，你会能感觉到这个产品里面好像是有设计基因的。对，像 Airbnb、Pinterest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例子。那设计师创业其实是有自己的优劣势吧。优势就是它天然的会对用户共情更强，就是它会去更多的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去出发，说，这是个用户要解决的问题。那当然在 business 这方面，就是在融资或者是在工程方面可能会相对弱一点。大概是这样。有找个 co-founder 一起来做这个事儿。对，这个是比较建议的。对。那你说在工作中，我刚刚一开始也讲了就是在我们上一期，就是在具体的工作中，一般是个铁三角，就有 PM，有 UX， 也有 engineer，对吧？那 UX 和 PM 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你想说 UX 跟 engineer 关系也可以。UX 和 PM 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可以聊一整天。就我就你前面也讲的，我在做一个播客嘛，我觉得我也在策划的时候做这样一期节目。我觉得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可以说是相爱相杀了。相爱相杀。对，就是这两个工作这两个工种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就像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讲的，
可能设计师最开始就是从所谓产品经理对分叉出来的，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会有 overlap 的。我现在主要讲的是在硅谷美国这边的情况，就是设计师很多时候都会去考虑产品功能上的问题他们的思考的问题是一样的，对，然后他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做出更好的产品，更多合作。对对对，所以在职能上会有很多的重叠，但是呢，他们的产出物有点不一样，那产品经理呢，一般会以这个 PRD， 也就是这个产品需求文档的形式来做自己的产出。设计师呢，可能会去做一个设计的文档就是用视觉化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想法，说，哎，这个功能应该是什么样的，用户用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最后它呈现出来是什么样一个效果。所以它的这个两种职能虽然目标可能是一致的，想的问题也差不多，但是 deliverable 就是它的产出物是不太一样的。对对对，不太一样的。那之所以会相爱相杀呢，就是因为职能重叠，所以呢就会因为两个人嘛，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分歧，说，哎，这个功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那设计这个工作，就天经地义的，就是所有人都拿来插一脚。在网上你经常能看到一张比较搞笑的图，设计师在前面做，后面一堆人在指指点点，因为谁都可以说，哎，我觉得这个按钮应该变红，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应该往左边放，而不是放右边，对吧？那这个时候应该听谁的？那理论上来讲，每个人都可以有权利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那这个时候就很依赖说，你们团队之间的这种默契、信任，以及对专业度的这种认可，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去处理这样的分歧？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这个时候就很依赖个人的这种软技能、软实力，说能不能够去把这个事情沟通好，来解决。对，所以我讲的主要是硅谷这边的情况。那我知道在国内呢是有点不一样的。UX 和 PM 呢，在国内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然，但是传统意义上，我知道，因为我前面讲在上期节目里面，我之前在国内做实习我前面好像没有讲到这一段实习，就是我在联合利华实习之后，我去到了上海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叫沪江网，是做那个英语就是在线教育的这样一个外语在线教育的一个公司，我做的就是产品经理的实习岗，然后我发现很有意思的呢，是我当时的实习的工作其实就是我现在在 Google 这边做的交互设计。对，国内的产品经理好像有一部分人是要画交互的。对，我当时交互稿，我甚至因为我有一定的就是视觉设计的技能嘛，那我甚至把视觉稿也画的8、9不离10了。那设计师呢，更多的是拿着我的这个基本上已经完成的设计稿，帮他在上面画一个皮肤，就是把它稍微美化一下，然后可能修正一些视觉上的问题。对，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说，那这么说来，就那个是做的是设计，然后真正的那个设计师呢，只是说把它画出来。对，而这边硅谷是说你这个设计也得 UX 来做。对，那硅谷这边的产品经理主要说，哎，我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大概是需要，就是甚至连功能都是大家商量决定，而不是产品经理说我要1、2、3这3个功能。那产品经理把问题抛出来以后说我觉得成功的指标大概是这么几个，如果这个产品获得成功，会实现这样的功能。设计师，你来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达成这3个成功指标。对，是的，就是我跟我的体验也是一样的。我在这产品经理，我一般不会说我这个地方交互得这么交互，你只要帮我画出来可以。我一般不会这样，我一般都会把这个给设计师说，你看看怎么交互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我这个产品目标是什么，然后我认为呢，我们大概这么几个方向去做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的具体这个来设计的这个怎么来做这样一个迭代，对吧？然后具体这个设计，具体这个用户的体验的这个交互，会放心的让设计师的专业的人才去做这个事。对。所以这个是国内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吧，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情况。这可能有很多原因造成就是因为我说了，就是传统上设计师可能是来自美院背景的，他没有去对于business 就是对于商业对于工程有像比如说现在更专业的所谓人机交互这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么深的理解，所以产品经理会觉得我不太放心把这些东西给你。那国内产品经理呢，可能久而久之就一直培养出了这样一个，就是虽然把他设计师是设计师，但是他们心里是觉得设计师就是美工，就是在前几年是这样一个情况，只是一个美术的这样一个制作人。对，在交互其实还是要死死抓到产品经理手里。其实我觉得对产品经理这个也不是非常好，因为产品经理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做的。对，你要考虑战略方向，要考虑用户功能什么之类的。对，你还要去跟 legal 去跟 privacy 对，还要搞定老板，其实事还是有很多的。是，我宁可把这个事情让设计师去做。对，那这几年呢，国内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随着就是海外的人才可能
引回国内啊，包括国内整体设计师的综合素质提高，那感觉也慢慢的在向硅谷这边接拢啊，越来越多的是把大的问题交给设计师，产品经理不再去 prescribe，就是说我告诉你这个 solution 这个方案是什么，你去帮我做出来就是了，而是抛出问题让设计师来解决问题。那我还想继续问一下啊，就是说，因为也有人说设计师和前端工程师是天敌，你能说一下这个设计师和前端工程师的关系吗？这个天敌的关系呢，就跟产品经理不太一样，那是因为设计师脑子里会有非常理想化的一些就是东西，说，哎，我希望这个动画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我希望这个交互的时候能够有一种毛玻璃的效果，能够让用户觉得，哎，他从一个领域进入到了另一个领域啊，我希望能够在不同的用户呈现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到了前端工程师那里就是会抓耳挠腮，就是这样子的很多的需求，是因为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觉得比较理想主义，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设计做起来很快嘛。前端工程师会觉得这些 cost 是不值得的，就是这个成本的投入是不值得的。所以你们会经常看到设计师在说，哎呀，这里好像差了一点，或者这里能不能加一个动效？前端工程师就说这些都这个优先级往后排一排，我这边还有好多 bug 要修呢，对吧？就是是会造成这样的矛盾，但是我觉得就是需要双方的理解吧，就是设计师要懂说这样的动效可能需要一个前端工程师花多少周的时间去来实现，对性能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那前端工程师呢，也要去理解设计师为什么他会想要做这样的效果，为什么投入这样的时间是值得的，它可能会成为你产品的一个 differentiating point， 就是你的区分点，跟你现在产品越来越趋同嘛，那你设计有可能就成为了你这个视频产品和另一个视频产品的不一样的地方。是的。那能不能大家能够坐下来，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 align 是很重要的。这个是需要设计师和工程师逐渐积累经验吗？还是说更多需要产品经理？你觉得在其中做一个协调？从这角度来说，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坐在一起协调。产品经理如果能够认同说，对这个产品来说，这个交互或者说这个设计这个效果就是我们和其他产品不一样的地方，那他就要把这个事情能够广播给整个团队，让整个团队都能够，包括这个工程经理都能够理解这件事情，是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值得投入的。是的。那设计师的工作就相对容易一点，就不需要唇枪舌战就去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我可以讲讲我的看法，因为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然后我的感觉是呢，如果大家每个人只站在自己角度看问题，就很难有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结果。比如说工程师说，我看这个问题，我只看工程实现的难度和复杂性；对，设计师看这个东西，只看这个东西的用户体验；产品经理看这个，我只看这个产品的功能，那么就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里面有个产品经理实际上有个责任，就是要教育各个不同的职位的人。看所有的方向，就是工程师既要看工程，也要看产品，也要看设计；设计师除了看设计，也要看工程，也要看产品。那产品经理更不用说了，除了看产品，也要看工程，也要看设计。就让大家所有人得全了解这个事情，最后大家放在一起来做一个我们所谓的 trade off， 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案。我觉得这是其实产品经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好，说到这个，你刚刚也讲到了这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哈，那在美国其实现在也有蛮多的中国人或者亚洲人的设计师，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点吗？亚洲人有没有什么优势劣势吗？在这里做设计师？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亚洲面孔在做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行业。对，那我觉得，在我看来，我倒是没有觉得亚洲人在做这件事情上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或者劣势。他可能唯一的就是说，这个英语非母语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你在职场上沟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可以讲一讲为什么会出现说有看到很多亚洲人做设计这个事情。是啊。那是因为如果我们往回到这个年代往回到2000年，刚刚就是平面设计这个行业发展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日韩是走在世界的前端的，甚至就是领先美国很大一块。就是韩国的最早的网站设计是被全世界都是被公认的好的。然后日本的包装设计就不提了，你去日本的便利店随便看一眼都觉得哇，这个好漂亮，对不对？那因为早期的这个很多的产品的设计，这个
digital 产品的设计都是从这种传统的设计转过来的，所以呢，在你会看到很多的在美国的公司里面会有韩国的设计师，也会有一些日本的设计师。那中国呢，受到日韩的影响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子，包括这几年那个出国潮大家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适合做工程，我好像沟通也没有那么强，那这个设计是不是我能做的事情？那我讲到这英语非母语就是设计这个工作和产品经理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产出物是一个设计稿，所以英语非母语这件事情的劣势就不会有那么大，就是我可以用我的作品说话，就是我做得好，大家都能看见。当然，你随着这个进入职场，你越来越要往上走，你要进阶沟通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对设计师来说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怎么把你的设计的思想传递给团队的所有人。对，就比如说你说我这个地方这样设计，可能你要说别人说这是个好的事情，你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是个好的事情，是用户的这个体验是什么样的，需要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吧？对，其实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设计师其实不是跟用户沟通，设计师的沟通很多时候是在团队内部，是的，就是你怎么样子把你的设计意图传递给产品经理，你不是一个稿子丢出去，或者说你丢一个稿子说我有4种方案，你来那个选吧，那产品经理在不知道你的设计意图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去做判别的。明白了。所以沟通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用户体验设计师其实普遍的沟通能力还是会，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对。我其实在 Google 合作了好几个来自亚洲的设计师，我觉得水平非常不错，我比较满意。我觉得就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是不是亚洲设计师是不是有点优势还是什么，挺厉害的，做得非常好。那你要说对，就是做设计这个东西，你知道也既要很注意细节，又要会沟通嘛。那亚洲人可能确实就是没有像美国这种比较粗放一点的感觉，那在这种很细节的东西，他会抠得很死，那会做得很精致。对。好，那问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师是一个好的设计师？我觉得这个问题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问题了。我自己心里面一直是有一个答案，就是大概我觉得最重要的有2点，一个是大家老生常谈的这个词叫 empathy， 就是同理心。对，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我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具体一点，就英语里面有一个谚语叫做put yourself in someone else's shoes，就是你能不能把自己放进另一个人的鞋子里面，意思是你能不能够去带入另一个人，去想他之所想及他之所及。那这个是我觉得用户体验设计师最根本的一个能力对，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就是你仔细想想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天生还是培养的？我觉得可能是都有一些吧，都有一些。对，我这边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用户体验设计师做的是一个医院系统的一个设计，比如说这个系统就是专门是给医生用的，然后给患者配药，然后这个药房的人会看到这个系统有一个界面说这个是这个医院的医生给这个患者配的药，然后我给他拿药，那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如果你做设计，你是完全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你可能说，哎，我这个怎么把它设计的比较美轮美奂一点好看。我把这个药品的包装是不是弄得大一点，弄一些阴影把这个包装怎么样子弄得好看一点或者说我设计一个表格，我就怎么样子能够把东西都 fit 的比较就没有那么就比较松一些，就比较好像有很多留白会比较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在为自己做设计，你没有去想说那个医生在那种紧张的环境下，就是患者就在旁边，他戴着防护服，戴着这个护目镜，戴着手套在那里输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需要？那个配药的人在这么多几万种、几十万种药品里面找那个药品，他的需要是什么？那你如果就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一个表格，你这个药品的名字，你设计的这个宽度，你用的设计是 Lorem Ipsum， 就是一种常用的一种随便的一个文字，你就没有考虑到说这个药品是不是太长了，后半部分的文字被截断了，其实是很重要的部分。前半部分其实3-4种药品前半部分的名字都一模一样，你让这个配药师怎么来确定这个药就是他想要找的药的呢？那你的这个设计就很有可能影响成千上万的这种患者，他有没有得到正确的药品，甚至是一条人命。对，所以这个 empathy 就是要求你一定要去在做设计的时候想到这个使用的场景，这个具体的使用的人他是会怎么来使用你的产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empathy 特别重要。那除了 empathy 之外，有别的吗？对，第二个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其实是就是我总结的词叫 bias for change，就是你有一种想要改变的这种欲望，想要改变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说你看着这个世界说，哎，今天这个生活的世界都挺好的，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东西就一直都是这样，几百年、几千年，或者说就过去几年，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那用着也没问题，虽然有一点小小的不爽，但我也不想改变它。是的。那这样的人可能就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UX。一个好的 UX 会看到生活里面有一点点的细节，他就会记上心，去挑战它。对，他就会想我能不能把它做得更好一些。比如说手机这个例子，如果你在使用黑莓手机的这种时代，2006年、05年的时候，你觉得手机这样子挺好的，我可以输入，我可以发短信，网站我大概也能看，然后有一半是屏幕，一半是键盘，也没什么问题。那你就不会做出 iPhone，我们今天就不会有 iPhone。如果古代的人们觉得在竹简上写字，这个也能写，我也能给皇帝这个传达我想要的意思，大家也能够那个，但是运输起来有点麻烦，但也行吧。没有想到它更好一点的。对，那我们就不会有纸张了，是不是？所以时代的进步就完全依赖着说人们有一部分人们有这种 bias for change，那这样子的人呢是非常适合做设计师的。其实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感觉我俩就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你看哈，我的这个麦克风呢是挂在这儿的，我一直是这样挂的，但你的麦克风是从里面穿进去的啊，对，就说明这个就是你觉得这个虽然能够用，对吧？对，但是这个挂法不好。对，因为你黑线会那个在前面会有一条线下来嘛。你看，这就是设计师思维，就能够用，但是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去改变它的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对吧？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期呢会继续采访 Reisman， 而且下一期他会讲他的这样一个算是公益的这样的一个频道吧，对吧？UX Coffee 等等，可以通过他的这样一个频道去聆听到更多设计师方面的采访。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个地方，下期节目请千万不要错过，在 YouTube 上请给我们点赞、订阅我们这个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在 B 站的话，欢迎通过3连来支持我们。我们现在还有我们的粉丝的这样一个微信群，请看我们这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呢，这个小助手就会拉你进群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